我手上的这台是 ThinkBook 14加，它采用的是英特尔12代酷睿 H 系列处理器 i5-1250H 或 i7-1270H， 显卡可选 RTX 2050独显或锐际 Xe 核显，搭配 16G LPDDR5 4800内存和 512G PCIe 4.0 固态硬盘。屏幕则是16:10比例的14英寸 2.8K 90Hz 屏，预装正版 Windows 11系统以及永久免费 Office 办公套件。售价方面，我入手的这台 i5 加 RTX 2050版本日常标价是6699元，首发价6299元，其他版本售价我也列出来了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其实我们可以把16加理解为14加的放大拉皮版，两者的价格、外观设计、核心配置，包括散热系统都是一样的。16加的尺寸更大、更厚也更重，有数字小键盘，电池容量也大一些。屏幕方面，14加各个版本都是 2.8K 90Hz， 而16加独显的版本是 2.5K 120Hz 屏，极显的版本是 2.5K 60Hz 屏。另外，16加由于散热空间更大一些，它的性能释放略高于14加，不过没有质的区别。外观方面 ，ThinkBook 14加采用了全金属机身，整体 RD 继承了上代的设计，包括 N 面的两端是双色设计以及 ThinkBook 标识。为了让笔记本观感上更薄，多数笔记本都会在边框到底部过渡的位置采用楔形设计。ThinkBook 14加采用了非常大的楔形设计，这让它的前侧非常的薄，但是它的 A 面、C 面四周边框都没有做切边或倒角，造成边框比较锐，尤其是 C 面前侧会有一些割受。尺寸重量方面 ，ThinkBook 14加长约313毫米，宽约225毫米，厚度15.6到18.2毫米，裸机重量1.44千克，标配100瓦 PT 充电器，但采用的是传统的3代式适配器的形式，重约372克。如果想要更便携，可以自行更换为方形 PT 充电器。接口方面，左侧有2个 C 口，分别是全功能 Type-C 和雷电4，这2个接口都支持 PT 充电，其他还有 USB 3.2正一、3.5毫米音频以及 HDMI 2.1。需要注意，这个 HDMI 2.1是 TMDS 协议，所以实际上它还是 HDMI 2.0。右侧锁孔、RJ45网口、USB 3.2正一、micro SD 读卡器以及一个隐藏式的 USB 2.0接口。这个设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。由于边框的楔形设计，这个位置的厚度已经放不下一个 echo， 所以把它往里推到底部比较厚的位置，再用盖板把它隐藏起来，这样既保证了足够用的3个 echo， 又保证了美观。而且从 USB 2.0 的规格来看，它是专门为鼠标或其他外设准备的，插上接收器以后就很少再去动它。键盘没有太多好说的，不包含数字小键盘区域的薄膜键盘，3档白色背光，独立电源按键，上下方向键半高设计，键程大概是 1.3、1.4 毫米的样子，稍有偏短。下方是磨砂玻璃材质的触控板，面积也不小，120毫米乘75毫米。来看屏幕，首先 ThinkBook 14加采用的是轻薄本常见的下沉式转轴，支持180度开合，四边窄边框设计。由于采用了16:10的缘故，它的下边框控制的也不错，整体屏占比在 90% 左右。屏幕素质方面，这块16:10比例的14英寸 IPS 面屏应该是专门定制的一块屏幕，具体来自哪个面板商暂时还查不到。屏幕素质还是不错的，2280×1800的分辨率，400尼特亮度，90Hz 刷新率，10比特色深 ，DC 无频闪调光，硬点及低蓝光，实测色域容积 109% 的 sRGB， 实际色域覆盖了 98.7% 的 sRGB， 同时也覆盖了 73% 的 P3 和 77% 的 Dolby RGB。色准方面，带色域最大 2.76， 平均 1.75。还要着重说一下它的摄像头，上边框正中是它的摄像模块，配有物理防头盔开关，另外还配有 IR 红外镜头，支持人脸识别登录。而且不同于常见笔记本 720P 的摄像头，它标配的是 1080P 的摄像头，在进行一些视频会议或者网课时，它的画面效果也更好。它还自带了一些影像增强功能，比如背景模糊、背景替换、面部校正、美颜等等，以及其他一些有利于视频会议的软件和功能。从摄像头的细节上，同样也反映出了 ThinkBook 作为偏商务工作向的产品和常规轻薄本差异化的设计。我们常用性价比来衡量一款产品，性价比的基础呢就是性能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一下它的性能表现。10代酷睿 H 系列处理器上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，i5-1250H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。4大核8小核，共12核心16线程的设计。前段时间在拯救者 Y7000P 游戏本的视频中，我也跟大家详细聊过，我就不过多的啰嗦了。我们直接看它在这台全能轻薄本 ThinkBook 14加上的表现，或者说 ThinkBook 14加能赋予它多少的性能释放。首先 ThinkBook 14加依然可以通过 Fn 加 Q 键切换不同的性能模式，在野兽模式下，其 PR1 和 PR2 功耗分别是64瓦和80瓦。通过 IW4 Stress FPU 对 CPU 进行压力测试，半小时后可以看到 CPU 的稳定功耗是50瓦，同时大核频率 3.2 GHz， 小核频率 2.5 GHz， 核心温度95度。我们知道12代酷睿移动处理器采用了更加自由的功耗配置，而且它对功耗也比较敏感，不同功耗之间的性能差距是比较明显的。
通过森林奔驰 CPU 跑分来看，和拯救者 Y7000P 202上90瓦功耗的 i5-1250H 相比，单核性能基本是一样的，甚至还略微高了一点点，但多核性能差距明显，低了15%左右。不过即使这样，较上代功耗更高的75瓦 i5-1140H， 它的多核性能还是要高出20%以上，单核性能要有20%左右的提升。和上代85瓦的 i7 相比，单核也要领先15%左右，多核低了9%左右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虽然是同款处理器，和功耗更高的游戏本相比，它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即使这样呢，较上代 VR 处理器，它的性能提升依然是比较大的，也为这样一款全能轻薄本提供了比较强劲的处理器性能。显卡方面 ，RTX 2050就是一个新鲜东西了，它是英伟达专门针对高性能轻薄本推出的一款显卡。与其叫它 RTX 2050，不如叫它 RTX 3040更合适。它是在3050的基础上阉割而来，它和3050一样有2048个流处理器，4G GDDR6显存，并且保留了光追核心和张量核心，也就是说它支持光追和 DLSS。虽然光追基本是废的，但 DLSS 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和3050相比，它主要阉割了显存位宽，从128比特直接拦腰砍到了64比特，这就是2050较3050性能有明显差距的主要原因。当然功耗也低了不少，30到45瓦。同样在野兽模式下，通过 Formark 单烤 GPU 半小时能看到，这台 ThinkBook 14加显卡功耗也是50瓦。通过 3DMark 的跑分来看，和拯救者 Y7000P 202上满功耗加超频加独显直连的 RTX 3050相比，差了约30%。即使和上代小新 Pro 16上55瓦的3050相比，也有13%左右的差距。不过和小新 Pro 16上55瓦的 GTX 1650相比，它要领先1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它的性能基本介于同功耗的 RTX 3050和 GTX 1650之间。和上代轻薄本上常见的 MX 450相比，它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，基本是翻倍的。那么很多朋友关心的这款显卡能不能玩游戏，能玩哪些游戏？我们实测来看，首先小型经营网游它应用起来还是游刃有余的，即使是远胜 2.8K 分辨率最高化之下，也是能够流畅运行的。而再大型一些的游戏就只能在 1080p 分辨率下运行了。原神璃月港场景 1.5 倍渲染，平均50帧，1.1 倍渲染下可以稳定在60帧左右。绝对9升单拍2格地图，最高画质没能过60帧的流畅线，降一档到高画质可以到平均81帧。在永年5年游戏中 ，RTX 2050支持 DLSS 就立功了。这款游戏比较依赖 DLSS， 任你单排中画质只有50帧，打开 DLSS 可以到平均67帧。再来看传统的大型3A 单机游戏，通过包括《古墓丽影：暗影》、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、赛博朋克2077在内的7款游戏测试来看，这款 ThinkBook 14加基本可以在 1080p 分辨率、中低画质下达到60帧以上流畅的效果。这中间也有 DLSS 的帮助，比如赛博朋克2077低画质平均49帧，打开 DLSS 后，它的平均帧数就过了60帧流畅线。所以你说它能玩游戏吗？它是可以的，但如果你拿它玩3A 游戏，它的效果不会很好，它毕竟不是游戏本。我们也来看一下生产力软件的表现。首先 Adobe 三件套 PS、PR、AE 的 Puget Bench 跑分表现，和拯救者 Y7000P 202游戏本相比也是有差距的。PS 差距最小约6%，PR 和 AE 的差距就要到20%左右了。不过从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说，这款 ThinkBook 14加做一些类似我这种短视频的剪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也跑了 SpecView 3D 工业软件的测试，同样和拯救者 Y7000P 202游戏本有明显差距。拆机来看内部，这台笔记本的拆解不复杂，但也不是很好拆。首先它是6角星的螺丝，需要有专门的拆机工具。另外它的卡扣比较多，比较紧，而且这个隐藏的 USB 接口的位置会有拐角的地方，总之就非常容易撬断卡扣。它的内部散热系统由双风扇、双热管组成，轻薄本常见的底部进风、后部转轴出风。通过 ADA64和 Formark 进行双口压力测试，半小时后 GPU 功耗40瓦左右，温度70度，频率1550兆赫兹左右 ；CPU 功耗20瓦，温度74度左右，频率大核2 G 赫兹，小核1.5 G 赫兹。CPU 加 GPU 的总功耗是60瓦。噪音方面，双孔满载是人为噪音约45分贝左右，主流轻薄本的正常水平。表面温度方面 ，C 面温度最高点在出风口的位置，约46度，键盘区域温度控制的不错，最高41度左右 ，WS 键处35度左右，万托处29度左右。其实从这个温度表现来看呢，我觉得它的 CPU 加 GPU 的总功耗还可以再往上提一提啊，比如从60瓦提到和 ThinkBook 16加一样的70瓦，这样在一些双高负载的情况下 ，GPU 就可以跑满50瓦了。内部其他硬件方面，内存板载不可更换升级，16G 低功耗 LPDDR5480的内存由8颗2G 容量的三星颗粒组成，读写速度比较快，但延迟比 DDR5480还要高，到了180纳秒。固态硬盘位有2个，方便升级加装。预装的512G 固态是 Gen 4的，具体型号是美光针对 OEM 厂商推出的3400，读写速度还不错。需要注意，空闲的这个硬盘位是 Gen 3的，不支持 Gen 4。
5元网卡则是英特尔 X201，支持 WiFi 6和蓝牙 5.2。电池搭载的是一块62瓦时的锂电池，节能模式下 PCMark 实现的办公场景续航测试整计是6小时51分钟。以轻薄本的标准来说，这个续航成绩不会特别令人满意啊。分析原因，我觉得有几点：一是12代酷睿 H 系列的续航本身就不好，较11代是有退步的；第二呢，就是内部空间有限，电池容量不足够大；第三就是这款 ThinkBook 14加在电池供电下，处理器功耗依然给的比较高。首先，在电池供电下，它的野兽模式依然是可以开启的，这在以往我们测试的产品中是极少见的。然后可以看到，在电池供电下，它的 PR1、PR2 功耗给的也偏高，即使节能模式也有30瓦到64瓦。好处就是电池供电下的性能受限少，但续航就要受影响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款笔记本的续航我觉得是有优化空间的啊。那 OK， 关于这款 ThinkBook 14加各方面的表现就跟大家解析完了。16加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直接参考这款就可以了。之所以说 ThinkBook 14加、16加可能会成为2022年热门笔记本之一，就是因为它从内到外各方面做的都比较均衡，没什么明显短板。首先性能比较水桶，然后全金属机身，接口齐全，屏幕素质优秀，1080p 摄像头，散热也没毛病，定价也比较有诚意，尤其是促销首发价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。要非去挑毛病的话，我觉得有3点：一是电池续航不够长，二是内存不能扩展，三是外壳 IC 面四周没有做切边，有点硌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有更多想了解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加关注、点赞和转发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下期再见。